试想一下，只要抽一管血，就能提前发现几十种不同类型的癌症，这听起来像不像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最近医学生物领域就出现了这样一项引发轰动的技术，据说一滴血就能初步筛查出超过50种癌症的信号，许多人不禁惊呼，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震撼医界的新趋势的神秘面纱，看看到底它有多厉害，又是否名副其实。长期以来，医学界都在寻找一种简单又全面的癌症筛查方法，犹如在寻找传说中的圣杯。传统的癌症筛查手段往往针对特定癌种，例如用乳腺 X 光摄影筛查乳腺癌，肠镜筛查大肠癌，低剂量 CT 筛查肺癌等等。它们各司其职，但缺点是每一种检查只能针对一种癌症，而且有的检查还比较侵入或不方便。因此，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能否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只需一次检测就能发现多种癌症的蛛丝马迹。液体活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热门概念，它只通过抽取血液等体液进行分析，从中寻找癌症的线索。那么，血液里真的能藏着癌症的线索吗？答案是可以。我们的血液中其实飘荡着许多细胞释放出的微小碎片，包括 DNA 片段。当人体内出现肿瘤时，那些癌细胞也会不断生长、死亡，将一部分肿瘤 DNA 释入血液。这种循环于血液中的肿瘤脱落 DNA 被称为 ctDNA， 即循环肿瘤 DNA。你可以把 ctDNA 想象成肿瘤的碎纸片，癌细胞在体内搞小动作时，总会留下一些碎片线索混在血液里。液体活检技术的核心就是要从一管血液里把这些微乎其微的肿瘤 DNA 碎片找出来，解读其中的秘密。相比动刀取组织活检，这种方法简直像是隔空取物，因此有人戏称它是从血液中嗅出癌症的技术。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在成堆正常 DNA 碎片的汪洋大海中大海捞针，找到那一点点异常的肿瘤 DNA 信号，需要极高的检测灵敏度和智能的分析方法。科学家们借助高通量基因测序和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这些 DNA 片段的化学修饰模式，如 DNA 甲基化模式和基因突变特征，从而推断这些片段是否来源于肿瘤细胞，甚至还能推测肿瘤的可能来源部位。这就好比侦探通过碎片线索推断犯罪现场的位置。如果血液中的 DNA 片段显示出肝脏细胞的特征，并带有肿瘤突变，就很可能提示肝脏里长了东西。说到液体活检领域，当下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就不得不提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Gallery 测试的 Gallery 测试。这个名字寓意着要打造多癌症检测的终极利器，犹如找到了癌症筛查领域的圣杯。Gallery 测试据称能够通过一管血样检测50多种癌症的早期信号，一时之间备受瞩目。Gallery 测试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检测血液中的 ctDNA 来寻找癌症信号。Grail 公司用大量癌症患者和健康人的血液样本训练算法，让人工智能学会分辨哪些 DNA 片段图谱属于癌症。Gallery 特别着重分析 DNA 上的甲基化模式，这是一种基因上的化学标记，就像 DNA 分子上的便利贴。研究发现，不同癌症在 DNA 甲基化上的特征差异可以用来识别癌症类型。通过 AI 对海量数据的学习， Gallery 系统能从血液 DNA 的甲基化和突变特征中识别癌症信号。如果检测出疑似癌症信号，它还会给出可能的肿瘤组织来源，比如提示信号最像来源于胰腺或肺部，帮助医生进行后续确认。Gallery 在2021年已经在一些试验中初显身手，并在2024年开始在美国以检测服务形式向部分人群提供。它的定位是针对没有症状但有患癌风险的成年人进行筛查，比如50岁以上的人群。一次 Gallery 检测的费用不菲，大约需要几百到近千美元，而且目前大多数保险不报销，需要个人自费。少数情况下，一些雇主的福利计划可能帮忙承担部分费用。尽管昂贵，仍有不少人抱着花钱买安心的心态主动尝试这种新技术。那么，这样高价买来的检测结果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们接着看看它的准确度表现。说到一个检测的厉害与否，离不开两个重要指标：灵敏度和特异性。这两个词听着拗口，其实很好理解。
灵敏度指有癌症的人当中有多大比例能被这个检测揪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检测不漏掉真正癌症患者的能力。特异性只对没有癌症的人能排除不误报的程度，也就是不冤枉好人的本事。理想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高，既不要漏网之鱼，也不要误伤无辜，但现实中两者往往此消彼长，需要权衡平衡。Gallery 测试在试验中的表现可谓既有亮点也有槽点。先看特异性，研究显示它的特异性约为 99.5%。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在100个实际上没有癌症的人里，大约只有 0.5 个人会被误测出有癌症。换一个角度， Gallery 平均每检测约200个人才会出现一例误报。对于一个涵盖如此多癌种的筛查来说，如此高的特异性确实令人惊叹，意味着如果结果是阴性，未发现癌症信号，我们几乎可以排除体内有大型肿瘤的可能，不会因为检测误报而平白担惊受怕。再看灵敏度，情况就没那么完美了。Gallery 整体的检测灵敏度大约在 50% 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位已经患癌的人同时接受 Gallery 测试，平均只能检出其中一半左右，剩下的一半可能会漏掉。这听上去让人有点失望，一滴血验癌这么高科技，结果可能有一半的癌症检测不到。别忘了 Gallery 的目标覆盖各种各样的癌症，有些癌症在血液中释放的 DNA 信号本就微乎其微，加上早期肿瘤体积小， ctDNA 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一个不漏。尤其在早期癌症阶段， Gallery 的命中率更低。数据显示，第一期最早期的癌症检测敏感度不到 20%， 也就是5个人里只能测出1个，而第4期晚期的癌症灵敏度可达到 90% 以上，也就是说晚期癌症大多都能被测出来。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朴素道理，肿瘤越大越晚期，在血里露出的线索越多，就越容易被发现。而早期微小肿瘤就像狡猾的小偷，可能没有留下足够的指纹就溜掉了。不同癌症之间的检测效果也有差异， Gallery 对一些癌种的敏感度相对较高。实验数据显示，肠癌的检测率可达到80%左右，肺癌约为多，肝癌、食管癌、胰腺癌等恶性程度高的癌症检测率也能超过80%，甚至接近90%。这里说的是各期混合的总体检测率。这些数字相当令人振奋，因为像胰腺癌、卵巢癌这样的沉默杀手，以往几乎没有好的筛查手段， Gallery 有望让一定比例的患者在早中期就被揪出来。然而，也有些癌症目前用 Gallery 不太容易检出，比如膀胱癌等，在试验中灵敏度可能只有3-4成。这说明这种方法对不同肿瘤的嗅觉不同，并非对每种癌症都一样灵。总体而言，对于导致大部分癌症死亡的几种高致命性癌症，如肺、肝、肠、胃、胰等， Gallery 的综合检测率据报道在6到7成左右。这些癌症占总癌症死亡的大头，如果真能提前发现，潜在意义不容小觑。那么检测结果准不准呢？这里要区分2种情况，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首先，如果 Gallery 测出阳性，意味着怀疑有某种癌症信号，当然不能据此就认定100%得了癌症，必须通过后续传统检查、影像扫描、内窥镜、组织活检等来确认。现有研究数据显示， Gallery 阳性的人当中，最后证实真有癌症的比例大约在 45% 左右。换句话说，大概一半阳性结果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这也难怪一些医生担心 Gallery 会带来不少假阳性困扰。如果对1000人进行筛查，可能有10几个人测出阳性，其中约一半其实并没有癌症。但为了弄清真相，这些人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后续检查，比如 CT、PET 扫描，甚至侵入性的活检。这不仅让人提心吊胆，还会带来经济负担并占用医疗资源。反过来，如果 Gallery 测出阴性，也不能就此高枕无忧。阴性结果表示没有检测到常见的癌症信号。从统计上讲，当患未被发现癌症的风险很低。然而风险低不等于风险为零，临床上也不乏 Gallery 结果阴性，但后来仍被诊断出癌症的案例。假阴性提醒我们，
这项技术还不能取代传统筛查和对症状的留意。医生建议，即使做了这种多癌种筛查的血检，该做的乳腺、宫颈、肠道等常规筛查一个也不能少。若出现可疑症状，仍要及时就医，不能因为一次抽血正常就忽视身体发出的可疑信号。目前，像 Gallery 这样的多癌种早筛血液测试还处于从研究逐步走向临床应用的阶段。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到全面普及、人人每年都做的地步，而是在试水和进一步观察中。首先，这些测试尚未获得监管机构的正式批准。以美国为例， Gallery 尚未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认证。不过，美国有法规允许一些实验室自行开发的检测，无需 FDA 批准即可用于临床。Gallery 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开展检测，因此未被纳入主流医疗指南。但这并不意味着没人使用。实际上， Gallery 测试已经在一些限定场景中提供，主要面向具有一定患癌风险且有经济能力承担费用的个人。比如在美国，有人会自愿每年花近$1000自费做一次这样的筛查，希望借此买个心安。在英国，国家卫生体系从2021年开始开展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邀请了约145000名50岁到70多岁的志愿者参与。受试者每年抽血，用 Gallery 测试筛查，看能否在无症状人群中发现更多癌症并改善预后。这个研究的初步结果预计近期公布。如果证实效果显著，英国未来可能考虑将这种筛查推广到更大范围。这是全球首个在大规模人群中检验多癌早筛实际效果的试金石，医学界都在拭目以待。除了官方试验，一些临床医生也在探索将该技术用于特定高风险人群，例如家族中有多位亲属患癌的人，携带某些遗传易感基因突变的人，长期重度吸烟的人等。他们患某些癌症的概率本身较普通人高。医生在严密随访这类高风险个体时，可能会尝试加用多癌种血检，以期及早捕捉任何风吹草动。当然，这些应用目前多是在研究框架下进行，以便收集数据。对普通大众来说，如果真的对这项检测感兴趣，通常也需要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进行，并充分了解目前的利弊。即便还有许多未知数，这种一滴血筛查多癌的技术之所以让人兴奋，是因为它蕴含着改变癌症早诊游戏规则的巨大潜力。它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覆盖面广，一次检测针对几十种癌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致命癌症，如胰腺癌、肝癌、卵巢癌等，缺乏有效的常规手段，往往发现时已是晚期。而多癌种血检有望给这些沉默杀手一个被早期发现的机会。非侵入性，方便快捷。相比诸如肠镜、低剂量肺 CT 等筛查，这种方法只需抽血，过程简单，对受检者身心负担小，这可能提高人们定期筛查的意愿。想象一下，未来或许只要体检时顺便抽管血，就能检查各种癌症风险，比起做一堆不同项目要省事不少。标准化高，由于检测在实验室中通过高通量仪器完成，结果相对标准，不像人工操作的检查那样受人为因素影响。只要设备到位，理论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能通过送检血样享受同等质量的筛查。这对于医疗资源匮乏地区意义重大，有助于缩小差距，提供线索。Gallery 等测试在报告阳性结果时，会给出一个可能的癌症类型或来源提示，相当于在侦查阶段就指明了大致方向。比如报告提示可能是肺部，医生就会优先检查肺部。传统的一些肿瘤标志物，即便异常，往往也难以判断肿瘤所在部位，而新技术至少提供了线索，省去了大海捞针式的全面搜寻，改进空间大。要知道，我们目前讨论的灵敏度、特异性只是第一代产品的水平。随着检测技术，如测序手段更敏感、更廉价和算法的进步，未来的多癌筛查有望达到更高检测率和更低误报率，而成本也将随规模化下降。就像当年测一个人全基因组要花数万美元，如今几百美元就能搞定一样。一旦费用降下来，普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任何新技术都有两面性，对于一滴血查几十种癌的热潮，
医学界也有不少质疑和担忧的声音。我们需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些挑战。尚未证明能降低死亡率，尽早发现癌症听起来好处多多，但科学界强调评价筛查手段的金标准是看能否降低癌症死亡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使用这种多癌筛查血检能让更多人避免死亡或降低晚期癌症的发生率。这方面的判断可能需要多年随访大型对照试验的数据，在那之前就断言其为革命性突破还为时尚早。假阳性引发后续连锁反应，前面提到大约一半 Galleri 阳性结果实际上是虚惊。对于这些被误报的人来说，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不容忽视。有专家担心，广泛使用这种测试会让不少健康人陷入恐慌，继而进行大量后续检查，医疗资源也可能因此被占用在一些其实并未患癌的人身上。如何降低误报率，以及如何帮助阳性但未找到癌症的受检者进行合理的后续检查，都是现实问题。假阴性的风险，同样值得担忧的是假阴性。有人检测结果正常后可能过于安心，从而忽略常规体检或身体出现的症状，这种侥幸心理可能延误真正的诊断。因此医生强调，这种新测试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完全替代已有的筛查建议，更不能被当作免死金牌。过度诊断的可能或许听起来奇怪，但确实存在某些发展极其缓慢，一生中可能对健康影响不大的肿瘤，例如某些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如果筛查手段过于敏感，就可能把这些原本不会危及生命的惰性癌症也检出来，结果患者因为被诊断出癌症而接受不必要的治疗，平白增加风险和痛苦。这就是所谓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问题。多癌早筛是否会带来更多这类情况，目前仍是未知，需要谨慎权衡。定位难题和心理负担，当检测覆盖面非常广时，可能出现阳性提示有癌症信号，却找不到肿瘤病灶的情况，受检者和医生就会陷入两难，究竟该相信测试是误报，还是怀疑身体里潜藏着尚未长大的肿瘤？接下来该每隔几个月反复检查吗？这些情况会带来复杂的决策和心理压力，医疗体系需要准备好相应的咨询支持，帮助人们理解并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成本与公平，目前来看，昂贵的价格和自费性质使这类检测成为少数有经济能力者的新宠。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保险公司和公费医疗不大可能为全民埋单。若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可能反而加剧医疗不公平。未来应考虑如何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大众，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体检。尽管挑战重重，我们依然可以畅想这种技术的未来图景。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经过更多严谨的临床试验验证，如果证实它确实能挽救生命，降低晚期癌症的发生，各国医疗指南可能会把这类多种筛查逐步纳入常规。届时，人们在年度健康体检时加做一项多合一的癌症筛查血液测试，或许就会像现在查血常规一样稀松平常。随着检测成本下降，技术成熟，曾经高不可攀的黑科技也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未来的多癌早筛或许还将更加智能，比如它可以结合个人基因信息和生活习惯，用大数据来优化筛查的频率和时机，又或者与影像筛查技术相结合，形成血检加影像的双重保险。在癌症防控的棋局上，多癌种液体活检有望成为重要一环，让我们更全面地监测体内肿瘤的蛛丝马迹。当然，在达到上述愿景之前，还有许多科研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从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灵敏度，从医疗体系上制定阳性结果的处理规范，从经济上证明成本效益等。这些都是未来几年乃至10年需要攻克的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方向已经开辟了癌症早期发现的新思路。一滴血筛查50种癌症的故事才刚刚写下序章。总的来说，只需一滴血就能筛查50种癌症，这种说法听上去近乎魔法，但背后靠的是扎扎实实的科学进步。它确实很神奇，代表着医疗科技的前沿，让我们看到了攻克癌症早发现难题的希望。但它也并非万能，目前还有不足和争议，需要时间来检验。对于普通大众，我们不妨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看待它，
既期待科技带来惊喜，也明白医学没有奇迹，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今天，我们会惊叹这项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癌症诊疗的格局，又或者我们会发现它只是抗癌征途上的一段插曲，而非终点。但无论如何，在对抗癌症的路上，我们始终需要保持好奇心、理性和希望。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是向战胜癌症迈出的重要一步。